歡迎繼續回到《寰宇全世界》。我們現在關注的是在伊朗這邊最新的局勢啊。當然，這個伊朗呢，他們宣布關閉荷姆斯海峽。那麼這次美伊的談判會不會使得這個荷姆斯海峽的開放呢，變成了一個影響談判非常關鍵的因素啊？因為伊朗也最新宣布說，荷姆斯海峽還有一個替代航道，怎麼回事啊？因為呢，這個理由是荷姆斯海峽這條重要水道這個主航線區啊，現在是存在着水雷的風險，所以呢，再度關閉。而美國跟伊朗呢達成2週的暫時停火協議啊，當然一度使得市場對於中東的衝突降溫的預期升高，帶動了國際油價的大幅回落，使得油價呢一度回落到$100的大關。但是又因為声明，那突然呢又讓事情變了調，因为伊朗革命卫队他们就通知说，所有有意通过荷姆斯海峡的船舶呢，为了遵守海事安全原则以及避免可能跟水雷发生碰撞，应该要改行荷姆斯海峡的这个替代航线。今天有一个最新消息呢，就是因为连伊朗自己啊这个水雷的路线啊都不是很清楚，所以很担心这个万一一旦開放以後，這個貨輪或商船，那如果遇到水雷怎麼辦？好，那白宮方面就特別回應啊，說任何關閉行為都是令人完全無法接受的，而且呢，這個李威特啊說，重申川普的期望和要求，立刻迅速的、安全的重新開放荷姆斯海峽。好，那麼紀文兄啊，我們現在看到就是伊朗其實不管是談之前，或者現在外界預料，就算談之後，他也一再的強調，因為這次在伊朗的10點談判條件當中，其中有關於荷姆斯海峽的，他就特別提到了，好，就是說荷姆斯海峽呢，必須真的要，你看這10點裡面一定有強調是說，要實質控制荷姆斯海峽。那川普也特別在他的發文有講說，我們這個10點呢，我們可以依照這個作為談判架構，哈，以這個為基礎，我們可以談。都可以來談，可是剛剛提到這個水雷的問題啊，這麼棘手，怎麼解決？其實水雷這個問題哦，當然對伊朗來講是一個王牌，因為大家眾所周知，就軍事上來講，水雷是窮人的一個很有效的不對稱武器，而且美國在戰前的時候就評估伊朗它的水雷保有量在超過5000枚哦，然後雖然它的這個海軍在美國的精準打擊之下幾乎是全滅，但這個布設水雷對於伊朗來講，不是只靠軍艦，它的很多漁船、小型的船也可以進行布雷。對，也因此，這個對伊朗來講，絕對是他手上一個王牌。至於說目前這個整個荷姆斯海峽有沒有水雷，我認為對伊朗來講，虛虛實實，但不可否認，確實是他一張牌。那一切都由他說了算，就算沒有水雷，他也可以營造出有水雷的一個整個海峽目前的情境。因此對他來講，我認為以水雷來威脅荷姆斯海峽，我認為戰前大家的憂慮是如此。那目前這個整個態勢沒有任何改變，而且大家知道，這個伊朗要控制荷姆斯海峽，不只是靠水雷，它本身有龐大的反艦飛彈、陸基反艦飛彈的這個整個實力。以伊朗它這些飛彈實力，它的火力是完全覆蓋荷姆斯海峽。雖然美國方面、以色列方面宣稱，在長達40幾天這個打擊裡面，把伊朗的這些作戰能力大幅的削弱，但我認為要完全清除伊朗控制海峽的反艦飛彈兵力，我認為是不太現實的。對，特別是伊朗借由地下化的一些部署，還有進行深度的偽裝，那美國或許宣稱達到的很多目標，可能是誘餌。都說不定，因此就伊朗本身的控制能力來講，控制荷姆斯海峽是完全沒有問題的。只不過現在想一想，覺得很弔詭的就是，戰前事實上荷姆斯海峽是通行的，沒有受到任何障礙的。雖然伊朗有時候會把它拿來牌，當成手上的一個王牌，宣稱這個海峽通行的問題，但其實全世界都自由航行。但打了以後，後來發現。未來可能真的要收費，那不只是伊朗要收費，美國也可能要收費。我認為這是目前我們看這個整個海峽問題最弔詭而且最諷刺的一個。所以伊朗現在宣布說，荷姆斯海峽有一個替代航道，哈，表示他們至少確認這個替代航道是比較不會有水雷的，可以這樣子聽。但是我們知道啊，荷姆斯海峽它有北航線和南航線，那
主要都是走北航線，因為水深比較這個穩定，南航線就是水深比較不穩定，而且曲曲彎彎的，那航行起來是存在一定的風險。那除非大家那不顧及風險而執意走南航線，但航線不管是南還是北，事實上就像我前面講的，都處於伊朗反艦飛彈的火力覆蓋範圍。也因此，我認為沒有說北航線、南航線哪一個比較安全的問題，因為都在伊朗的火力涵蓋範圍。美國現在就覺得說，這個找替代航線啊，就是你在出花招哈。可是對伊朗來說，可能真的他是確認說，這個替代航道比較安全的哈。你剛剛提到這個通行費這個事情啊，川普非常生氣，因為他在Truth Social呢是發文反擊，他說伊朗人似乎沒有意識到啊，他們根本就沒有任何籌碼，除了呢用現在這個抓住的荷姆茲海峽，就是國際航道，短期勒索全世界啊，其他的沒招了。可是呢 ，ABC 也報道說，記者就詢問川普啊，那是不是同意伊朗對所有通過荷姆茲海峽的船只來收通行費？川普一度答應說，我們可以考慮一下，甚至還說，像你剛剛講的說，我們一起來收啊，合資來收費這件事情，大家覺得不可思議。另外，川普也警告說呢，任何向伊朗提供武器的國家，甚至呢是向這個美國出售任何，就是向伊朗呢出售任何所有的商品呢，都會被課徵50%的關稅，而且是立刻生效。簡單來說，就是你不准支持伊朗。華盛頓郵報呢有一位資深專欄作家他就認為說，其實這一場一直就是缺乏明確制勝戰略的戰爭，正在不可避免的走向一個沒有和平解決方案的結局。現在看起來，川普是非常在意的是荷姆茲海峽的控制權，因為這跟國際原油的價格有關哈。但是有一個更重要的一個因素哈，最近這幾天也有一些分析在看，是荷姆茲海峡的重要戰略地位這個位置。因為美國在全球很多地方，特別是在重要的水道啊、海峽都設立了他們的 choke point， 就是咽喉點哈。所以我問 Russ， 萬一真的荷姆茲海峽就算談完以後，伊朗仍然堅持要擁有荷姆茲海峽的實質控制權，這對於美國在地緣戰略上的風險，你怎麼看？我覺得這個可能性是不大的。你覺得不大？我的意思是說，川普不會讓伊朗主導這個荷姆斯海峽，這真的是不可能。你說荷姆茲海峽不會落入伊朗的實質控制的？不可能，不可能。這個不只是川普的想法，也是周邊國家的想法，甚至可以說是歐洲國家，還有我也是認為中國大陸的想法。那另外，不管是日本、南韓，其他的引進波斯灣不管是石油或其他的原料等等，都需要荷爾木斯海峽是保持這個開放的狀態了。所以，如果伊朗堅持的話，我真的覺得打仗會這個戰爭會持續下去。如果伊朗堅持的話，就沒得談了，是這樣子嗎？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川普的一個底線。那如果伊朗真的不同意的話，或堅持，那就繼續打仗。我真的是恐怕會這樣了。所以我覺得伊朗這個要求是非常非常不合理，而且不管是周邊國家或國際社會，誰支持伊朗這樣做？沒有人支持伊朗這樣做啊！即使其他的國家不會開口說我們支持美國打仗，為了開放荷爾木斯海峽，那很有可能是不會這樣講。但是幾乎都會支持美國這樣做，因為沒有人支持伊朗把荷爾木斯海峽關閉或要收通行費等等。Nobody support that， 沒有人支持。OK， 你現在聽到的就是說，伊朗其實說我收通行費，但是我可以跟阿曼嘛，我們兩個來分嘛，包括也提到了美國甚至可以一起來分啊。那大使您又怎麼看哈？因為這個接下来就是看說有關於這個通行費的事情，因為伊朗收這個通行費是因為他要有一筆花費是必須在這一次整個美伊戰爭當中，其實伊朗有很多的地方是被重創的，他需要錢來重建的。那瑞銀這邊有警告說，暫時停火這2個禮拜的暫時停火，並不代表整個中東的風險是解除的，尤其是在能源運輸關鍵的，我們現在提到的荷姆茲海峽，
恢復正常運作仍然是面臨很大的挑戰，而且說目前最大的隱憂是衝突期間，因為大量船只撤離了這個海峽，所以短期之內呢很難迅速回流，就會影響到運輸的效率。另外，法新社也查閱了就是相關的海事追蹤的數據說停火生效以來，這幾天只有10艘船左右那麼通過荷姆茲海峽。另外 ，CNBC 報道說呢，雖然達成2週的停火協議，但是實際上還沒有恢復正常的通行。CNN 最新的報道也說呢，包括阿布達比這邊呢，也有一個消息說，其實並沒有打開啊。我們現在要通過這個海峽還是非常的困難啊。好，那所以收費這件事情如果伊朗真的是跟安曼說，我們來分，甚至包括我不排除你美國也進來，有可能嗎？我覺得這個長期封鎖然後收費是行不通的。這個法理上行不通，而且它這個侵害了太多國家的合法權益。那伊朗就變成流氓國家啊！流氓國家你要怎麼樣呢？要付出極大的代價。不是美國一個國家制裁你，很多國家聯手起來會制裁你。是因為伊朗雖然沒有加入當時的國際海洋法公約可是呢，伊朗說他現在目前的行為都合法這個只有一個條件下合法，就是他在行使合法戰爭法上的合法自衛權。那我這都是自衛行動，因為伊朗現在大家都認為你是被攻擊，你不攻擊你是行使自衛權。那這種行為的話，短期上可能你可以解釋說我的自衛權，可是停火以後你就沒有權利再做這種事情。对，而且你牽涉到的利益是整個海灣國家的利益，還有呢，整個印太國家的利益，印度也不會接受印度也會給你也搞到那他怎麼會？那中國大陸也不會接受所有東南亞國家都一起不會接受，沒有國家會接受，歐洲也不接受，所以我覺得伊朗現在是把這個荷姆斯的海峽封鎖，然後在那邊揚言收費這些，我覺得這些只是手段，不是他的目的。伊朗沒有必要去賺這筆錢，也沒有必要長期跟國際社會的大部分國家的利益為敵。對，他很清楚，所以我認為他基本上他把它當一個手段，他是以這個當手段來迫使美國跟他談判，迫使這個各個國家去重視這個問題，要不然誰出來誰管他誰去出來調解哪些國家會管？我的利益沒有被受到傷害，你們去打吧。大使要調解我迅速問您一個問題因為這次也看到中方的角色在這次的調停上面扮演非常關鍵。那您怎麼看因為中東的戰事如果沒有中方的參與的話，是停不下來的嗎？是這樣子嗎？因為在這個復旦大學這個知名的外交政策專家叫吳興博，他說呢，中方在這次促成停火上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而且呢，也是等於是間接的把伊朗再拉回了談判桌就是提醒伊朗應該要保有談判的戰略彈性啦。那您覺得這次北京出手的時間上跟做法上，你怎麼觀察？我覺得中國大陸一定是他一貫的這個對於國際衝突的看法，就變成就是說不要打仗，就用談判，不要動武力，什麼事情國與國糾紛就是用談判，那這是他一貫立場。那中國大陸也從來不要把這個公親變世主。你看他跟俄羅斯關係這麼好，俄烏戰爭他也不要被捲進去了，沒錯，對不對？到現在烏克蘭也沒有對中國大陸完全翻臉，對。這就是說，中國大陸的基本的外交政策就不願意怎麼講捲入任何的重要的戰爭，他會保持中立，用一個立場來解決。當然，翟俊在這裡面做了很多的功夫，而且我認為這場戰爭，中國大陸也是有他的利益，有他的籌碼在裡面。為什麼？這個荷姆斯海峽對中國大陸，再說你怎麼去淡化它，還是很重要。沒錯。所以中國大陸只是說沒有用很強制的方法出來去做，可是我覺得它外交穿梭基本上中國大陸有利益在裡面。可是中國大陸有一個原則，絕對不會把成你們中間的戰爭變成公親變世主。我就是一個中間人而已。那我覺得這裡面的話，中国大陸跟很多國家立場相同，利益相同，尤其跟海灣國家利益相同。所以呢，海灣国家巴基斯坦的为什麼這麼熱心？後面就是沙特嘛，沒錯。
他金主沙特。對，所以很多國家就希望中國大陸出来。所以法新社講說，哇，你這個將來中國超越了美國啦，哈的，這是挑撥離間。沒錯，標準是挑撥離間，讓美國人說，你們小心哈，中國大陸要取代你了，叫你不要打。所以這個帝國主義都是這樣。法國也是老牌帝國主義。但是剛剛我們錄節目前，彭博有一則新聞說，按照美國情報，中國大陸將要送武器給伊朗防禦系統。對，這也是彭博社也好哈，或者很多美國媒体哈，就跟那個川普講的哈，這是有意哈，讓川普哈在這個事情判斷裡面哈失去他的平衡。所以一定要把很多東西因素都拉進來，把中國大陸當作一個工具，它的目的可能是為了誰？為了川普，打擊川普，為了川普這個政策。那法國這個呢，一方面打擊川普，一面要托起這個美國對川普之間的遺跡，大家都在為自己而製造一些新聞，製造一些論點。對，這樣戰爭從頭到尾，我就看這些西方媒體的論點啊。覺得都是為自己。這次可以看到出來說，至少到目前為止啊，從打到現在談，那有一個非常強烈的對比，美方就是喊打、喊攻啊、喊炸，但是中方想辦法在某個 timing 是現在出手，為的就是要調停、追求和平。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